慕瑶，你在干什么？没什么。慕瑶，你怎么能在实验数据上作假呢？你这是学术不端，你会连累学长们的。你最好少管闲事，只有实验数据完美，学长们才能发，我才能以一作的身份得奖。你这是学术不端，情节严重的话，你会害他们坐牢的。有这么严重吗？我之前抄袭你的论文通过了韩教授的考，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有人发现吗？原来真的是你抄袭了我的论文，可韩教授跟学长们他们都以为是我陷害了你，反而对我横眉冷对。是啊，这几年你为了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真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可惜了，最后都成全我了。不行，你会害了他们的，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啊！学姐，你为什么要诬陷团队的科研成果是剽窃的？你之前诬陷我的论文是抄袭的也就算了，难道就因为我来了之后抢走了学长们对你的宠爱，你就要这样陷害他们吗？我以为你改好了，没想到嫉妒心还是这么重。我真的没有，是他想在实验数据上作假。别用这扫帚碰我，我嫌你恶心。连你也不相信我了？之前你诬陷慕瑶抄袭论文，我们勉强原谅你，让你将功补过。没想到你怀恨在心，竟然还想要报复我们。我没有诬陷，当时他的论文真的跟我一模一样。你刚说什么？证据就算你还想抵赖，我绝不允许像你这品德败坏水留在我的团队。我看监狱的生活更适合你。就是，把他关进去，让他好好学学怎么做人。必须得给他点个教训，免得他以后来报复。早在他陷害慕瑶的时候就说过，踢出这个团队，以后可不能再对他心软了。我真的没有。学长，你以前说过你会永远相信我的，真的不是我。算了，还是放过学姐吧。她之前诬陷我被你们拆穿了，怀恨在心，所以才会用娘成大错的。都这个时候，慕瑶还在替你说话，舒兰舟，你羞不羞耻？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真的没有做过这种事。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狡辩？舒兰舟，我没有你这样的学妹。你给我听好了，我韩伟辰就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们也不认你这个学妹，滚出实验室！滚出去！滚出去！我求求你们放我出去！我求求你们！我真的没有造假！我真的没有。听说是个高材生，因为学术造假诬陷学妹被关了进来，这么久了都没个人来看，真可怜。没什么可怜的，你知道不？他诬陷的人呢叫林慕瑶，是个很厉害的科研女生，刚刚拿了大奖，而且还有5个厉害的学长为她保驾护航，真叫人羡慕。就他这种阴险小人，只配烂在监狱。走走走。你们不听我的解释，认定林慕瑶给我泼的脏水，将我关在这个监狱，夺妻致死。可到头来还要用我的实验成果去成全林慕瑶的女神名声。如果有来生，我一定不再多管闲事，
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林慕瑶坑死。我要换专业，重新开始，远离他们。苏兰舟知道错了，就因为你诬陷慕瑶论文抄袭，还是成了抑郁症。他已经好几天不来学校了。我这是重生了。韩教授说了，只要你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慕瑶道歉，他就不再追究此事。方学长，我同意道歉。我不仅同意道歉，我还要换专业。这一世，我要亲眼看着这几个人跳进林慕瑶挖的坑。你同意了？为什么明明是最熟悉的兰州学妹，刚才给我的感觉却这么陌生？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我现在就去跟韩教授说，你抓紧时间写道歉信，明天好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跟慕瑶道歉。上一世，这谣言就是林慕瑶自己传的，为的就是挑拨我跟学长们的关系。这一世，他要抢，那就让他抢。我倒想看看这5个人最后被林慕瑶耍得团团转的样子。哎，你瞧，那就是韩教授曾经唯一的女学生，因为嫉妒到处说实话抄了他的论文。他不就仗着自己专业成绩好，才让我们系的5位男神对他刮目相看。结果转系过来的林慕瑶不仅成绩不输他，长得还比他好看。瞧他那丑恶的嘴脸，给慕瑶提鞋都不配。真不知道咱们系的5位男神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护着他。你听谁说的？这次的事儿，5位男神可都站在系花这边。公开道歉的事儿也是骆学长的提议。原来是骆嘉玲的主意。骆嘉玲，整个团队学历最高的学长，不仅是学霸，还是系草。我当初会选这个专业，也是因为他。他曾经是我的偶像，不过现在不是。兰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真没想到你会为了考核做出诬陷别人这种下作的事。亏得慕瑶心地善良，你是没看到她被你害成什么样，人瘦了也变得憔悴，本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如今一点光泽都没有。等会儿你见了她，好好给她道个歉，知道了吗？知道了，杜学长。兰舟那么倔强一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平静了？慕瑶，学姐，你终于来了。我是来道歉的。学姐，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呀？可我真的没有抄袭你的论文。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告发到学校，让学校出面调查。我说了，我是来跟你道歉的。虽然我们2个的论文有一些相似，我有一些疑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告发你，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我知道这件事你不是有心的，可慕瑶却是因为你受到了伤害。如果不是你执意调查，现在外面也不会有人传言他抄袭。就让你道个歉，并不过分。况且兰舟一直暗恋我，因为慕瑶的到来，察觉到我对慕瑶的照顾，所以开始嫉妒排挤她。但我只把他们都当妹妹。慕瑶被诬陷，也是间接因为我导致的，我必须帮她。你说的对，骆学长。你说的对，骆学长。骆学长，他以前从来不肯叫我学长，都是叫我嘉玲。他这是什么意思？故意生气使小性子？的确不过分，舒学妹，我和骆学长想的一样，相信你啊，不是故意的。但是啊，慕瑶妹妹她心性弱，你好好哄哄她，以后大家都是好同学嘛。你说的对，郭学长，我会好好哄她的。林学妹，对不起，这件事情让你受到了很大的委屈，是我不对，我诚心跟你道歉，你能原谅我吗？可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呀。明明舒兰舟性子固执又执拗，认定的事情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怎么就这么算了？这样我还怎么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韩教授，你看嘛，我就说学姐她不会害我的，你就别生气了嘛。就算不是她的错，
这件事也是他做的不对啊。人嘛，做错事总归要受到处罚的。舒兰舟，你来说说应该怎么处罚你啊？我听教授的，反正我就要转专业了，随你怎么罚。既然是这样，我们的研究马上就要开始，就罚你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归档，也方便我们在研究时随时查阅。那就这样，教授，这是团队的开题报告。学姐，要不还是我来帮你吧，只要你不说，韩教授是不会发现的。这是他该受的惩罚，你帮他干什么？只要你不说，韩教授是不会发现的。这是他该受的惩罚，你帮他干什么？我是怕教授罚了学姐，学姐心里会不舒服嘛。你也别怪教授，比起处罚，只是让你整理整理资料，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真是不放过任何挑拨的机会啊！我怎么会不舒服呢？林学妹，都怪我刚才光顾着跟你道歉，忘记给你赔礼了。你看，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哎，这不是骆学长当年送你的那块奖牌吗？这可是骆学长第一次参加医学比赛得的特等奖，这块奖牌骆学长一直很爱我，当时为了哄你。对，那会儿我刚进入团队，做实验失败被教授骂，骆学长就拿这个奖牌来哄我，说能带给我好运。林学妹，我听说这一次的事情你受了很大的委屈，还得了抑郁症，所以我想把这个好运送给你，希望你能收下它。我确实很想要这枚奖牌，可这是陆嘉玲送给舒兰舟的，我怎么能当着她的面收下呢？这是骆学长送给你的，我怎么能要呢？我听说公开道歉是骆学长的提议，想必他肯定是很在乎你，一枚奖牌而已，他肯定是不会介意的，对吧，骆学长？对吧，骆学长？他这是在怪我让他道歉，可这事明明是他的错，他怎么能这么小气？什么叫一枚奖牌而已？那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枚奖牌，当时满心有多欢喜，现在就有多后悔。这个女人根本就是不识好歹，亏我曾经还把她当成我最疼爱的学妹。舒兰舟，你可真是好样的！骆学长难道是不愿意用它来哄小学妹吗？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呢。送出去的东西被人反手再送人，肯定不高兴呀。学姐，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可你不是别人呀，你可是我们团宠的小学妹，骆学长不会不愿意的。我当然愿意。小学妹，这枚奖牌你一定要收好，不要学某些人，连最基本的送礼礼节都不知道。是我小看他，他竟然当众给骆嘉玲难堪，难道真的不想在团队里待了？你说说你，好好的，干嘛要惹骆学长生气呢？你到底还想不想好好搞研究啊？骆学长他那么在乎林学妹，我以为他会高兴的，我也不知道他会生那么大的气。对不起啊，小学妹，我也不知道骆学长他会不愿意。不就是茶艺吗？我科研都搞得了，卖个茶小菜一碟。我怎么觉得一心埋头搞研究的舒学妹好像变了？有了上辈子的前车之鉴，我绝对不会再沦为那几个人的牺牲品。这一世，我必须转专业。他们误会我陷害林梦瑶学妹，我必须更加努力的做事，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学妹，饿了吧？我特意给你带了饭过来。谢谢学长，我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都是我爱吃的，谢谢学长。这饭是我特意给林学妹带的。像你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啊，饿死啊，都活该，都活该，都活该。好浓的草药味。不好意思啊，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他可是穆斯德啊！都说我们系2个系草，一黑一白，白的是洛嘉玲，谦谦君子；黑的是穆斯德，阴郁冷厉。原来他就是穆斯德。这人跟洛学长不对付，你最好离他远一点。既然是跟洛嘉玲不对付的人，我更要好好接触了。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你早上已经惹洛学长不高兴了，别再做让他不喜的事儿。这边的资料就劳烦郭学长，我去前面看看。他刚才的眼神怎么会这么冷漠？他从来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难道还在为早上我们逼他道歉的事生气？舒兰舟，你果然是一个小气的人。等着，我一定揭穿你的真面目，给林学妹出气。才甩个冷脸就受不了了，等我把你插在我身上的刀，一刀一刀还给你的时候，你又该如何？上一世因为家世和能力的关系，郭嘉良只能靠着讨好洛嘉玲才能站稳脚跟。一开始洛嘉玲看中我，他便利用我，在洛嘉玲面前拉好感。现在洛嘉玲宠着林慕瑶，他就靠着踩低我去讨好林慕瑶。郭嘉良，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鬼！穆教授您好，我想转到您的专业。我认得你，临床第1的天才医女，韩教授以前唯一的女学生。你不去他的医疗团队，为什么要到我的这里来？我想做真正的科研，不想精力被分散到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我要做极致的科研。虽然我的专业没有韩教授那么热门，但也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接下来我们有个会诊，你必须要能背出我们施针2/3的穴位，才能转到针灸科来。你来说说看。刚才一共施了2套针法，第1套针法的穴位是阿是、合谷、神庭、丰隆、神门、曲池、内庭、太冲、足三里、阴陵泉和百会穴。第2套针法的穴位是太溪、神门、复溜、曲池、关元、合谷、气海、水道。针灸前点的安神香有藿香、芝桂、艾叶、薰衣草，还有木香等。你说安神香里面的药材成分是你闻出来的？我大2的时候选修过中药材药理课，当时为了参加药理知识大赛拿奖金，就学的比较刻苦。哦，我就说那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原来当时就是你赢了我，夺得冠军，拿走了5万的奖金啊！不愧是第1名，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舒兰舟同学，欢迎加入我们。
谢谢穆教授。欢迎。谢谢穆学长。还好吗？又闻到了这股草药香。兰州，兰州，你醒了。你是因为流感、更严重的胃病，再加上疲劳过度，所以才会突然昏倒的。谢谢你送我来医院，穆学长。别动，躺着好好休息。别担心，穆教授不是那种压榨学生的性格，你最好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再工作。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没接电话。舒兰州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连骆学长电话都不接。我给他宿舍打个电话。他舍友说他生病了，下午就去了医院住院。生病住院了，带我们去看看他。哎，我们晚上不是说好了一块陪林学妹吃饭吗？他刚回学校，情绪还不太稳定。教授都说了，他不能受刺激。要是我们全部都去看兰州的话，那林学妹……你说的对，大安林学妹的事情的确不能反悔。兰州那边事先放一放，她一向懂得照顾自己，想来不会让我们多担心的。听学长啊！哎，你听说了吗？舒兰州要换专业了。你是说那个全系第一的舒兰州？前段时间诬陷系外的新分学妹的舒兰州，就是他。听说他都参加完换专业的考核了。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说什么呢？骆学长，我们不知道你在这里。你们刚才说舒兰州要换专业，这怎么可能？他现在正在准备我们医学院韩教授的最终考核，不可能换专业。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别人说而已。不管你们听谁说的，以后这种子虚乌有的谣言不许再传。好。我跟你们说，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散播的谣言敲打我们的。兰州一向心思单纯，应该不会故意这么做吧？那是以前的兰州小学妹，现在的她，自从慕瑶来了以后，就学会了各种心机。现在谁不知道他最想加入韩教授的团队？这种没头没尾的谣言啊，8成是在故意气我。既然如此，那他生病住院的事，我们也没必要看。他生病住院了，那资料室那边的工作怎么办？要是再耽误课题，韩教授恐怕会不高兴吧？资料室那边的活能有什么难度？无非就是整理整理文件，大家轮流着来，顺省事儿。现在就怕我们把整理资料的活干完之后，兰州学妹觉得自己又没什么用，又要耍小性子。那也没什么办法，我们不可能一直哄着，也是时候让他知道，这实验室也不是缺他不可。对，听学长啊。穆教授给我发任务了。这么简单的任务，值得你高兴成这样？虽然只是简单的任务，但起码不是脏活。兰州，新的考核评级结果马上就要出来了。你之前因为陷害慕瑶的事，给韩教授带来了很不好的印象，所以说这次的评语对你来说很重要，知道吗？为了挽回韩教授的印象，我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好好休息了。韩教授给我评优秀了。为什么？为什么？明明团队最脏最累的活都是我在干的，好几次研究瓶颈也都是我突破的，为什么会给5不及格？舒兰州，你是不是又因为慕瑶成绩比你好，嫉妒作祟质疑韩教授啊？还有，什么叫最脏最累的活？你只不过是在资料室整理了几份资料，这种活是个人都能干。是个人都能干，你知道这是9万份资料吗？而且我做的远不止于此。
行了，这就是你自己表现不佳，韩教授怎么会有错呢？你们知不知道？因为你们这个看不上的活，我得了很严重的胃病。舒兰舟，你有这个力气耍心眼装可怜，还不如多做几个实验啊！走。这一世，我不会再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也让他们自己尝尝那种滋味。我不知道你在韩教授那边经历了什么，但穆教授从来不会霸占学生的功劳，每一个人的付出，他都会看在眼里。我知道，所以我很荣幸能进入穆教授的团队。我已经写好了转专业的申请，只要发给韩教授，我在他那边的研究就全部都结束了。小学妹来了。嘉林哥哥，不用订这么好的餐厅了，只是吃顿饭而已，一切从简就好了。不愧是骆嘉林，长相能力俱佳，世家也是最好的。这地方可不便宜，一出手就这么阔绰。专门请你吃饭，当然要隆重了。希望你不要因为最近的事心里不愉快。来，干杯！干杯！干杯！学姐怎么没来呀？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呢？怎么会呢？他生病了，人在医院。今天吃饭我们就没告诉你。什么病啊？严重吗？我想去看看学姐。他身体一向都好，就算生病啊，也不会太严重。况且他今天连骆学长的电话都不接，就算我们想去看望他，那也联系不上他呀。啊，连骆学长的电话都没接啊！学姐她是不是病得真的很严重啊？哼，一听就是装。早上还见她活蹦乱跳，这会儿突然病了，为了博取同情演的苦肉计吧。慕瑶说的对，骆学长，要不你再打一个电话试试，万一兰州真的病得很重呢？对，就你最担心他。要我说，舒兰舟他就是故意的。早上拿骆学长的奖牌给林学妹道歉，现在呢又不接骆学长的电话，这还看不出来吗？就是故意在给骆学长耍性子，还在怪骆学长让他给学妹道歉的事呢。我们先吃，不用管他。之前团队只有她一个女生，是我们太惯着她，让她失去了本分，做事才这么没有分寸。这次就当给他个教训，省得他以后做事更加肆无忌惮。其实我也有错，我突然加入团队，大家对我又关照有加，学姐心里不舒服也是人之常情嘛，所以才会又做出污蔑我的事情来。我给几位学长道个歉。来，这哪能是你的错呢？你呀，就是太善解人意了。兰州要是有你这样懂事，也不至于有现在的事。韩教授，喂，舒兰舟退出团队的事，你知不知道？什么退队？他亲自跟你说的？他要亲自跟我说，我就不问你了。他只是给我发了邮件，一会儿我转给你看。好。他以为他是谁啊？敢跟我叫板？我的团队又不是非他不可，更不需要这种品德败坏、使小心思的人。学长，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舒兰舟要退队，刚才给教授发的退队邮件，教授很生气，让我问问他是不是认真的。疯了吧？费尽心思想进来的是他，现在说走就走的又是他，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就说吧，
他就是在耍性子。哦，说到底，他就是一心想把小学妹赶出这个团队，以为这个团队没有了他就转不下去，真不要脸。对呀，韩教授可是国内最顶尖的实验团队，多少实习生都梦寐以求的地方。我也不相信他想放弃就放弃啊！不对，兰州什么时候在正事上开过玩笑啊？哎，就算他再有情绪，但在正事上，他永远是一板一眼、稳重成熟的，怎么会拿离队的事使小性子呢？难道他真的想退队？都说我不好，学姐肯定是因为讨厌我才要退队的。我这就去跟韩教授说，这个退队申请不能批，要走也是我走。比起刚加入的我，学姐跟你们配合多年，肯定比我更熟悉团队，跟你们也更有默契。就算我通过了考试，也比不上她的。该死的舒兰州，竟然玩这招以退为进！只要他待在团队里，我就有办法让他干最多的活，得最少的利。等他被教授跟学长们彻底厌弃，就让他灰溜溜的滚蛋。可现在算什么？他竟然自己主动退出。哎呀，你瞎说什么呢？你又漂亮又上进，在学校里面追你的男生那是一大把一大把。但我们的小学妹从来都是洁身自好，一门心思就往学习里面钻，不仅不乱搞，还特别懂事儿。不像某些人啊，该退队的另有其人。哪有让你走的道理？这事儿我亲自跟他说。如果他铁了心的要退队，那就随着他的愿。我去吧，他当初能顺利通过考核，有一半都是我的功劳。我倒想问问他，就这样放弃，那我当初为他做的那些又算什么？我跟你一起，跟他在一个团队这么多年，我不能看着他做傻事啊！吃吧。好你个舒兰州，人不在都能破坏我的饭局，我就知道这几个人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弃。不行，必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彻底厌恶他。对不起啊，嘉玲哥哥，也好心请大家吃饭，没想到就这么被破坏了。要不是我跟学姐闹僵，也不会让你们左右为难了。关你什么事儿？要怪就怪舒兰州，以前他挺懂事，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这是莫瑶小妹，确实没错，只能说女人的嫉妒心太可怕，是吧，骆学长？其实咱们团队里面的人都能看出，舒兰州喜欢骆自己，但是骆学长只把舒兰州当妹妹。原本没什么，大家都相处的相安无事。但是自从慕瑶小学妹一加入进，她又是戏花，学校论坛里面很多人都把她和骆学长凑成一对，这样舒兰州就心生了嫉妒，恨死了。别乱说，你们都是我学妹，我对你们的态度都是一样的。真没想到兰州会因为这件事讨厌你，要是这样，我还得向你道歉。不，这怎么能怪嘉玲哥哥呢？我改天就去跟学姐解释，我跟嘉玲哥哥真的什么都没有的。不用跟他解释，我跟谁走得近，他管不着。要是真因为这件事他失了分寸，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他。早点离开队伍，省得麻烦。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你们也不会闹得这么僵了。我都说了不怪你，要怪只能怪兰州他臆想太多。好好待在团队，我们都护着你。都弟学长呢？嘉玲哥哥，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好了，只要骆嘉玲讨厌舒兰州，其他人看在他的面子上都会远离他的。这样一来，骆嘉玲迟早有一天是我。吃饭吧。护士你好，请问舒兰州是在这里住院吗？不知道，你问问前台吧。那个不是穆斯特吗？穆教授的得意弟子，说不定他会认识兰州。要不要问问他？你忘了他跟咱们嘉林学长不对付，况且韩教授也一直瞧不上穆教授，咱们还是别跟这种人搭话了，晦气。
这里是住院部，你们不是来探望病人的话，就不要在这里喧哗，影响别人休息。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就是来探病的。哦，那你们怎么连病房都不知道在哪里？我现在就给兰州打电话，他要是知道我跟若石来看他，肯定高兴的不得了。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莫神，你跟兰州关系好，你给他打电话。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他这是拉黑我了。这是中医院，你们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就不要打扰我们的学生跟病人。你们特意去看他，他竟然不接电话还拉黑你们，千真万确。要不是他故意不接电话，我们怎么会被穆斯德好一顿嘲讽？穆斯德，大家都知道，你跟穆斯德不对付，韩教授也一直瞧不上穆教授。舒兰州还特意去中医院那种地方，中医院可是他们的地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无非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吧。说来说去还是怪我，我现在就去给学姐道歉，希望她能原谅我。不准去，他就是吃定我们会去看他，才故意耍这些小把戏。他还是记恨我让他给你道歉这件事上。本来就是他陷害小学妹抄袭在先，现在还好意思跟我们耍脾气。看来只有我给他亲自打电话了。对，兰州一向最听你的，你跟他说两句好话，他肯定听你的。兰州刚才已经把我拉黑了，现在只有嘉林学长能联系到他。他该不会把你也拉黑了吧？怎么可能？兰州以前最在乎嘉林学长了，电话都是24小时为他开机，不可能拉黑他的。对呀，兰州平时有多重视嘉林学长，大家都是有目共睹，肯定是他把手机忘哪个地方。是吧？这就说得通了。那看来兰州也没有拉黑我，只是电话暂时打不通而已。真是受够他这些小把戏了。等会儿我就把实验室门锁换了，让他进不来。等他吃点苦，就知道像我这种错人。林学长呢？我是真的活过来了，不再是那个被关在监狱里，患上抑郁症，幻想着学长们会来接我出狱，重新获得他们跟教授原谅的可怜虫了。专业一换，我要重新开始。醒了。穆学长，你怎么还在这儿？你刚转院回来，还有很多事情没交代给你。兰州，你感觉好点了吗？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才晕倒的，以后可不能这么糟蹋自己身体了。我好多啦，谢谢你。我已经有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纯粹的关系了。看见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医生说你今天就可以出院了，而且以后我们就是室友啦。等会儿带你去看看你的新宿舍。辛苦你啦。不辛苦，是有人专门拜托我照顾好你的。啊？是谁啊？没谁，你就当我胡说的吧。兰州学姐，他身边那个女同学是谁？怎么从来没见过？嗨，只要嘉林学长在，一会儿肯定会溜溜来道歉。他刚才是没看见我，他竟然直接忽略了嘉林学长。以前只要嘉林学长一出现，他的视线就会在他身上。今天竟然……兰州这样真的很奇怪，他是不是真的变了？学姐一定是在闹脾气呢，不如还是我过去跟她道歉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她因为我对嘉林哥哥这么冷。不必，等到他发现自己进不去实验室，被关在门外的时候，会向我认错。那兰州会不会更生气啊？他那么想见韩教授的团队，
又那么离不开我们，怎么可能真的换专业？不过是为了气我们，故意拿球。只要我们都不理他，甚至不让他进实验室，自然会向我们认错。是不是发现中医没有那么好学？我以为把所有的穴位和功效记住就没有什么难的了，没想到实际操作的难度比想象中大得多。你以前是搞科研的，难免避免纸上谈兵。你虽然是你们专业的第1名，但日后要是跟不上进度，我照样会把你挂掉。放心吧，穆教授，我一定竭尽全力。这套银针不行，课后记得配套适合你的。谢谢穆学长。呦！怎么不见穆学长指点我呀？真不愧是原来医学系的第1名，这么快就学会了。这一套针法我以前至少要学半个学期，竟然这么一会儿就弄出来了。不行，还是不够好。兰州，你要不要加入我的团队？我真的可以吗，穆教授？您能接受我这个半路转进来的学生，我就已经很感谢了。如果再加入您的团队，我怕会不服众。这个没问题，只要你通过考试，你就能加入我的团队。谢谢穆教授，我一定竭尽全力。兰州，穆教授的课都已经结束了，你怎么还这么勤奋？我本来就是半路转进来的，当然要更加的努力了。虽然说考核已经结束了，但成绩还没有出来嘛。万一我不合格的话，那就更得争分夺秒的复习，争取下一次考核。像你这么有天赋又这么勤奋的学生，医学院那边居然愿意放你走，穆教授晚上呀都要偷偷笑开花了。是骆学长，是你们？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怎么连实验室都不回？我特意把门锁换了，想着他来求我，没想到他直接不回来了。我去哪儿关你们什么事儿？让开！你闹够了没有？自己做错事，还要我们过来哄你吗？学长，你是不是想多了？我从来没有说过要让你们哄我。难道你没有给韩教授发邮件，说你要退队吗？我是要退队，怎么了？学姐，你就不要再说气话了。你要是因为跟我道歉的事情和嘉玲哥哥置气，那我跟你道歉可以吗？这件事本来就是你的错，你凭什么让小学妹向你道歉？学长，好大一口锅扣在我的身上，我担待不起。你要再继续闹下去，韩教授那边我也保不了你。学长，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你保我，退队申请我已经发出去了，有什么问题吗？当初你那么想进韩教授的团队，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那我当初为了你做的那些努力又算什么？努力跟我表白被拒，然后利用我拒绝你的愧疚，不断的利用我吗？跟他表白？什么时候的事？舒兰州，你少胡言乱语！要不要我把聊天记录发在我们共同的群聊里，让大家都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舒兰州，我早就不喜欢你了，你少蹬鼻子上脸。陆学长，要不是你指责我忘恩负义，我怎么会记起这件事情来？需要我一一举例吗？杜一凡竟然私底下跟兰州表白过，我却什么都不知道。舒兰州，就算一凡跟你表过白，那也是他不懂事儿。现在我们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小学妹在我们团队，谁会喜欢你这种心机深沉的女生啊？心机深沉？郭嘉良，论起心机，我怎么能比得过你呢？你说你之前对我那么好，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吗？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在针对小学妹啊！哦，原来你喜欢林慕瑶小学妹啊，难怪要为她出头。我没有，
我只是在为他打抱不平而已。我跟嘉良学长真的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把他当成哥哥而已。不行，绝对不能让骆嘉玲误会我跟别人的关系。我最终要拿下的人是他。原来是我误会了。上一辈子，骆嘉良一直起哄说我喜欢骆嘉玲，其他人信以为真，用这件事情取笑我。后来骆嘉玲跟林梦瑶在一起，别人都说我是因为嫉妒陷害她。这一世，我要让郭嘉良也尝尝这种滋味。算了，还是让我来跟他说。兰州，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但当时韩教授因为你陷害小学妹的事大发雷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才让你去道歉的。学长，是林梦瑶拿枪逼着你们，让我跟她道歉吗？舒兰州，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当时对你做了那么多，你现在说退出就退出了，你对得起我吗？帮了我很多。方学长，你的硕士论文方向是谁帮你定的方向？你的硕士论文是兰州帮的。我当时帮他整理的资料，难道他就不应该投桃报李吗？是啊，所以之后学长要是有什么脏活累活，只管让我帮你干就行。毕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道理我懂。有时候林慕瑶的招数确实好用。最近这个手头有点紧，是不是该催债了？你还问兰州借钱了？你们到底对兰州做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嘉玲哥哥，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要不是我惹学姐生气了，她也不会跟几位学长翻旧账。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我。你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你是我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跟几位学长之间的矛盾都是过去式了。既然你不说，说明你根本不在意。现在你就不应该生气。况且，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只把你当妹妹。你在胡说什么啊？别装傻了，大家都知道你喜欢我，我对你没有那意思。你以后不要因为这件事再针对小学妹了。你笑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喜欢你了？该不会郭嘉良嚷嚷了几句，你就信以为真了？舒兰州，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跟韩教授认错道歉，然后马上归队。你这样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只会让我觉得更加讨厌你。看来你对喜欢的定义跟大家不一样。舒学妹看你都是绕道走，像躲垃圾一样躲着你。你管这种唯恐不及的行为叫喜欢？你管这种唯恐不及的行为叫喜欢？我跟兰州之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也是我学长，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你竟然为了他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只是让你放尊重一点，并不是谁都要当你的跟班。走狗！舒兰州，你内涵我是吧？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该顶撞骆学长。兰州，你想清楚了，再这么执迷不悟，我们可就要让你离开实验室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不必了，我去意已决。你们请回吧。学姐，对不起，我知道你讨厌我，我愿意退出团队，你不要再为难几个学长了，好不好？不是你的错，该退出的另有其人。你真要把他逼走，你才甘心吗？舒兰州，这就是你想要的。你们误会了，没有人比我更希望林慕瑶待在你们身边。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们因为林慕瑶作弊造假，被万人唾弃，甚至锒铛入狱的那一天。你真的误会了，我没有半点要逼你离开的意思。就算你退队了，我也不会回来的。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待在学长们的身边。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怎么我现在都看不透他了？学姐，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回来跟我们一起的，你就不要再生学长们的气了，好不好？我保证不会再让他们过多关注我而忽略了你。你真以为拿离开团队威胁我，
就能为所欲为了？舒兰舟，你有没有想过，你离开韩教授的团队，有哪个地方敢收留你？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在事情没有闹大之前，我劝你见好就收。等到没有一个专业要你的时候，你连毕业都是个问题。要是你被踢出韩教授的团队，所有人都会嘲笑你。别任性，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赌气，就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快跟大家道个歉，回来吧，兰舟，没有人会接收你的。兰舟，您通过考核了，你可以加入穆教授的团队了。真的，我真的可以加入穆教授的团队了啊！真的。这怎么可能？兰舟，欢迎加入。谢谢穆学长。舒兰舟，你来真的呀？我已经跟韩教授提出了申请，也通过了穆教授的考核。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字听不懂，非觉得我是来假的。你是不是报复我们？那么多专业，你偏偏选的穆教授，偏偏选穆斯德当你学长。我选针灸是因为我喜欢，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你放开我！你知不知道穆教授和韩教授有矛盾？穆教授一直抢韩教授学长，你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到头来发现自己不过是穆教授报复的工具。舒兰舟，你竟然对陆学长动手！谁让他一直抓着我不放？我只是告诉他什么叫尊重而已。穆学长，我们快走吧，穆教授应该等急了。舒兰舟，你给我站住！他想走就让他走算，真以为我们没他不行吗？是啊，等他在那边做不出成绩，自然就知道回来求我们。我们现在有小学妹，舒兰舟本来就可有可无。那么多人看着呢，我们还是先走吧。对不起，嘉玲学长，都是因为我才让你们反目成仇的。我会再去找学姐求情的。没必要，他要走就走，早晚有一天他会回来求我们。马上就要医学知识比赛了，我们团队必须要拿下大奖。接下来时间，我们大家都把精力放在比赛上，不要去管舒兰舟的事。丁学长，丁学长了。你故意跟穆斯德走得那么近，也是为了气我吧？可惜我不会如你所愿了。我们走。今天的医学知识比赛时间已经公布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今年着重创新，所以从命题开始就必须要夺人眼球。作为新成员，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觉得可以把细胞学和针灸学结合起来。很大胆，你继续。抱歉，我之前一直主修的是细胞学，虽然最近一直都在恶补针灸学的知识，所以知识储备肯定是有很多缺陷的。不，你说的很好，虽然大胆，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大家鼓掌，鼓励一下他。不愧是之前降维打击赢过我的女人。虽然大胆，却有可行性，加上你的细胞专业学知识，这次的比赛很有看头。太好了，我们得了知识竞赛大赛的特等奖。这次领奖，我打算让小学妹上。为什么？这次的比赛项目从选题到定稿都是我在提供核心思路，是我一直在查找资料。你这是什么意思？内涵我们没出力。舒兰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邀功了？要不是我们特意给你这次机会，你根本就没资格参加这次大赛。韩舟，你这次确实过分了，小学妹很多项目上都出力了。这次就先让给学姐吧，我无所谓的，我可以下次努力。我绝不允许你抢走小学妹的名额。这次领奖就让她上。
他无论台风还是样貌都比你强，你每天就知道埋头实验，让你去，那不是给我们丢脸吗？走。上一世我殚精竭虑，差点累倒在实验室，研究结果却被林梦瑶窃取。这一次，我要堂堂正正的拿下比赛的桂冠。把我的实验数据拿来，再做一份简单分析。兰州，嘉玲哥哥，学姐已经转专业了。无所谓，他做的都是简单的事，谁都可以替代。慕瑶，帮我做一份分析，我一会儿要用。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嘉玲哥哥，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要一份简单的吗？怎么做的这么冗杂？嘉玲哥哥，对不起，我以为你要详细的，所以擅自做主了。学术上的事不要自以为是，我怎么说你怎么做。我知道了，下次不会了。骆学长，小学妹怎么哭了？没什么，只是教她一些常识。你们怎么回来？让你们在资料室做的资料吗？那些资料实在是太繁杂了，一时半会儿根本搞不完。除非我们几个现在废寝忘食，才有可能在比赛之前弄。但那样的话，我们的论文进度就赶不上了呀。唉，以前整理资料的活都是兰州干的，怎么他就能做得又快又好？既然舒兰州能做到，我们一定也能做到。大家都抓点紧，马上就大赛了，我们团队一定要拿特等奖，为韩教授争光，听到没？这资料整理实在是太繁琐，要不，我们让小学妹来做吧，反正她现在也没有什么贡献啊。哎呀，不行，这种脏活累活怎么能让小学妹干呢？她就给陆学长打打下手就好，是吗？要是兰州还在就好，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了。要不然我们把兰州哄回来吧。他都已经去别的专业了，怎么哄回来？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事。那是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想让他认错，说不定我们态度好点，他就愿意回来了。那我现在联系他。可学姐都把我们拉黑了呀。没事，我有我们6个人的群聊，兰州也在群里。他们竟然还有背着我的小团体，舒兰州，我可真是小瞧你了。他退群了。谢谢。怎么了？看你不是很高兴？没什么，他们叫我回去呢。让你回去干什么？继续给他们做苦力？你还真猜对了，他们参赛大赛的课题需要极大的资料检索，那个活啊又累又繁琐，估计是找不到合适的小分工，就又想起我来了。以你的才华，不应该这样被对待。怎么了？学校的论坛上，韩教授的团队公开发帖，最终考核的名单里没有我，意思就是告诉全校人，我是被他们踢出团队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大张旗鼓的欢迎林慕瑶的加入，估计是在报复我刚刚退群的事吧。你想公开吗？公开什么啊？我已经向全校发布通知，公开你加入穆教授团队的事。其实我加入韩教授团队这件事情，用不着这么大费周章公开的。公告热度已经很高了，兰州肯定也看见，
就让他看到之后，知道我们不会再惯着，能够回来跟我们认错。又是为了舒兰州，他都离开了，还能给我找不痛快？等我在大赛中大放异彩，这里将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星月那边发公告说什么了？穆教授竟然也公开了兰州加入我们的消息，这不是故意跟韩教授叫我吗？舒兰州呢？他竟然真的加入了姓穆的团队，他在想什么呀？教授，我们劝过你，但是没劝回来。从来都是我抢他的学生，这还是第一次让他抢了我的学生。你们知不知道，别人在背后怎么笑话我？说舒兰州1队之前的成绩是全系第1，我连第1名都留不住。对不起，教授，都是我的错。这次的医学知识大赛，中医院那边也参加，你们必须赢，听到没有？听到了。参加医学知识竞赛的过来抽签了，这将决定你们出赛的顺序。慕瑶，你来抽，你运气最好。放心吧，嘉玲哥哥，我一定给团队抽个好签。兰州，你来干什么？教授你好，我们是中医院团队。我看过你们提供的初稿，很有创意，期待你们能够入围。兰州，你来抽签。偶像，你来抽。兰州一向运气不好，让他抽签，就等于输在起跑线上了吗？闭上你的狗嘴，这里没人想听你狗叫。小学妹，你去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运气。那我就让让你们，毕竟你们也就只剩这点运气了。嘉玲哥哥，学姐说话太过分了，我不抽了。兰州，你一定要跟我作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自我意识太过上了。医学知识大赛我每年都会参加，并且每年都会得奖。而我上一辈子参加的最后一届比赛，却被他们逼着将荣耀拱手让给林慕瑶。我耗费了上千个日夜的努力，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不该走弯路。我走弯路？兰州，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也知道你因为小学妹的存在气不过，所以想跟我们针锋相对，但这些后果需要你自己承担。为了那点嫉妒的小心思，赌上自己的前途，值得。真是神经！想用这种方式引起我们的注意力，没用的。没有了我们，根本赢不了大赛。好啊，那就看看到底是谁赢不了。前世我甘当辅助，帮他们拿下一次又一次的荣誉，他们却当作理所当然，甚至觉得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这一次，就让他们看看清楚。走。就算学姐加入了对方的团队，也赢不了我们的。况且我刚刚偷偷在老教授那里看到了学姐他们的选题，我觉得不怎么样嘛，估计连预赛都进不了呢。学姐他们的选题是细胞学与针灸学联合治疗的研究，一听就不怎么样了。大赛规定不许打听偷看别人的参赛作品，你不知道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知己知彼。小学妹也是一片好心。再说了，舒兰州的选题一听就没有价值，肯定过不了预赛。小学妹也是为了我们好，别再怪她。如果不是舒兰州咄咄逼人，小学妹也不会这样。说到底啊，还是不该让兰州走的。这次就算了，慕瑶，你要记住，大赛规定很严格，你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知道吗？知道了，嘉玲哥哥，我下次绝对不会了。不就是偷看个标题吗？有什么大不了？这些人也太大惊小怪了吧！我们的选题已经定了，韩教授说大方向很好。我让你们找到资料呢，都找到了吗？都给你们1星期时间，一点进展都没有吗？骆学长，你是不知道那个资料室有多大，光是那些书我们都找了好几天了，那么多资料肯定整理不完嘛。我们真没偷懒，这几天都泡在资料室，确实没什么头绪吗？是啊，我们这几个人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我都快饿出胃病了。真不知道兰州以前怎么整理的，把资料整理的井井有条，骆学长要什么就能立刻找到出处。原来兰州曾经这么辛苦啊！舒兰州人都走了，既然都让大家怀念起他来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代替他。不就是整理资料吗？我来。嘉玲哥哥，
以后这些事情我来干吧。你愿意干这种后勤的活？再苦再累，只要能帮到嘉玲哥哥，我就心满意足了。要是兰州能像你这么懂事就好。我也并不是非要兰州离开，只是他的喜欢困扰了我。骆家书香门第，兰州只是一个农村来的小姑娘，她勤奋能干，我一直把她当妹妹，可她竟然偷偷喜欢我。为了断绝她的念想，我只能亲近你。希望这次事件能让她放下对我的执念，那个时候我会亲自接她回来，她还是我的好学妹。学姐都是因为我才离开的嘛，我在所不辞。好，舒兰州，等着吧，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嘉玲，韩教授，你的研究成果，医学才女的女号都是我的。这个骆嘉玲怎么回事儿？一口气要这么多书目，这怎么能找到嘛？资料室的内容挺全的，我对这里比较熟，你有什么要找的，跟我说一声就行。多亏了你，帮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学姐，你终于来了，能不能帮帮我呀？学姐，你终于来了，能不能帮帮我呀？你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吗？我为什么要帮你？可我是在帮嘉玲哥哥呀。学姐，就算你再怎么讨厌我，难道还能亲眼看着嘉玲哥哥孤立无援吗？孤立无援？他不是有你这个好学妹帮他吗？该不会你什么都不会吧？我也是好心，想着让你帮嘉玲哥哥这件事情跟他和好，你就这么喜欢给我泼脏水吗？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谈不上什么和好。你就是穆学长吧？我很久就听闻过您的大名，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二啊？不可以，这里很吵，我们换个资料室。听你的。5个学长都拜倒在我的16群下，这个穆思德竟然不为所动。难道他是觉得舒兰州比我好？简直笑话！怎么了？我刚才看了一眼他拿的书，跟实验室那边要的资料呀，南辕北辙。虽然书名相差不大，但内容啊相去甚远。估计骆嘉玲啊是等不到他想要的资料了。你很关心骆嘉玲？只是想看笑话。嘉玲哥哥，我还特意多给你找了2本书呢。那些书目都是很多年前的老资料了，我找了很多类似名字的现代书籍。嘉玲哥哥肯定能夸我能干。这些都是你，没有一本是我想要的。我都是按照你给我的清单找的呀。我让你去找麦德森教授的细胞学基础，你找的是谁？这也是麦德森教授的现代细胞学吗？这根本不是一个麦德森，一个是近代，一个是现代，你连这点区别都看不出来吗？骆学长，怎么了？突然这么生气？我让慕瑶给我找资料，他找的全是错的。哎呀，这也不能全怪慕瑶，最近经历事太多了，难免有些累嘛。整理资料远比我们想象中要难，当时我们4个都没能完全整理好，慕瑶出错也是情有可原。是啊，这么累的活还是不要让慕瑶做。大赛马上就开始了，我急需要这些资料。这样，你们4个去资料库给我找，慕瑶留下来给我整理实验数据。都听学长的。接下来我就能一直陪着嘉玲哥哥了。近水楼台先得月，说不定到时候我大奖跟男人双丰收。没想到资料室的活这么累。对呀，这几天我都没怎么睡，太困了。为了找份1几年的资料，我到现在才正经吃饭，胃病都饿出来了。对呀，而且我们这么累，报销奖金竟然1个都没有。真不知道以前兰州是怎么熬过来的。
哎，走，吃吧，先吃吧。哎，你们准备好个人赛项目了没有？我的初稿已经完成了。啊？你们都这么迅速的吗？我还一点头绪都没有。没事儿，只要团队赛获奖了呀，照样有奖金。前世我帮他们5个得了特等奖，他们让林慕瑶抢了我的功劳不说，连奖金都没有给我1毛钱。还好穆教授很讲究公平公正，不会让任何的学生受委屈，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这一次必须拿回属于我的荣誉。咱们去吃饭吧。兰州，兰州，这些天你过得还好吗？我挺好的，不过你们看着倒是挺憔悴的。兰州，你怎么能这么跟我们说话呢？有事吗？没事儿，我要去吃饭了。兰州，要不大家一起吃点？是啊，我们刚点了羊肉糊，咱们一块儿吃吧。你不是最爱吃羊肉了？抱歉，我羊肉过敏。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肉面，等会儿就凉了。好，我马上过来。羊肉过敏，什么时候的事儿？你不是最喜欢吃羊肉了吗？那是因为你喜欢吃羊肉，我又怕其他的学长会不喜欢伤胃，所以说我喜欢吃，懂吗？原来是这样，骆学长不喜欢羊肉的味道，所以我那时候不敢说自己喜欢吃羊肉。原来兰州是为了我。坐吧，坐吧，坐吧。看来他在针灸科混得挺好的，跟穆斯德他们混得很熟。资料室的活真的快把我逼疯了。我们什么时候让兰州回来？要不我们让骆学长跟韩教授说一声。好，我回去就跟骆学长说。没了兰州，再也没有人在骆学长和韩教授面前替我说好话了。我不能被团队边缘化。你们的意思见到兰州了？而且我们都觉得没有人能比兰州更适合资料室工作了。他有说过什么吗？没说什么，好像当我们不存在一样。他当时跟针灸科那几个人在一起，根本都没多看我们一眼。先是换专业，后是跟穆斯德他们混在一起，他就是在报复我们。说什么？兰州跟穆斯德在一起？何止啊！他俩还默契的不行，要不是知道他暗恋学长你，我都以为他俩谈恋爱了。我上次在资料室也碰到他们了，我一开始没敢说，怕学长们觉得我是在搬弄是非。既然大家都亲眼所见，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学姐她好像对穆学长有那方面的想法，我只是问一下资料的事情，学姐就对我严防死守，生怕我跟穆学长多说一个字。太过分了！既然换了专业，就应该努力学术，怎么能去谈恋爱？我得去找他问清楚。他就算换了专业，我也不能看他走弯路。你不是我们科的同学吧？你来干什么？我来找兰州。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别耽误其他同学学习。冷静一点，很快就要参加大赛了。有什么话赶紧说，我还要回去写论文。你跟穆斯德在一起了？神经！既然换专业了，就要好好学，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不管是恋爱和学习，都和你没关系。大家都在等你，不要为了无关人士分心。苏兰州，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你是我什么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话？你为了他三番两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你在我这根本就不值得一提。舒兰州，你真是变了。我原本要过来劝你归队，没想到你是彻底堕落了。堕落？我倒是觉得他变聪明。我跟兰州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兰州，你看他凶我。你干什么？穆学长只是帮我说话而已，你凭什么凶他？你跟穆学长道歉！道歉？你让我跟他道歉？如果你不跟穆学长道歉，以后都别出现在我面前。穆学长，我们走吧。好。兰州，他是故意的，
他在装可怜。这次大赛一定要赢了穆斯特。抱歉啊，我不知道他会这样攻击你。没关系，反正你也没替他说话。你说的对，我应该把精力放在接下来的大赛上。他们只知道你加入穆教授的团队，会参加团队赛，不知道你也会参加个人赛。只要你拿下金奖的桂枝，就不会再有人低看你了。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你一定可以的。嘉玲哥哥，你怎么这么生气？是不是学姐跟你说什么了？以后别再跟我提舒兰州归队的事，他以后彻底跟我们没关系了。怎么了？兰州还是不愿意回来吗？他竟然连学长的话都不听，看来是铁了心要离开我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大赛也不用手下留情了。看，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不要把心思放到舒兰州身上，多培养小学妹嘛。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赛马上就到了，现在交上来的还只是初稿。是因为学姐退队的事情，大家心情都很不好，所以能够理解。舒兰州这么做，无非就是想看我们的笑话。他以为他有多了不起啊？这个团队不缺他一个人，他也不是核心人。现在有了慕瑶的加入，完全可以代替他。我刚得的消息，舒兰州这次不仅以团队成员的身份参赛，自己还参加了个人赛。他参加个人赛，这简直胡闹！况且他之前是靠团队成员身份，靠着大家的努力才获得的特例。要是参加个人赛，怕是连预赛都进不去。所以啊，你们必须赢。如果这一次我输给信木的，你们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好的，教授。舒兰州竟然要参加个人赛，这是故意跟我们挑衅呢！他明知道个人项的奖项基本上都由我们实验室来包了，还要跟我们竞争。他又没什么能力，也得他竞争得过才行。我觉得兰州用处还是很大的，起码在整理资料方面，他还是很有效率的。兰州这次是再也回不来了，就算帮他说话，我也讨不得好。只不过是整理资料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啊。他呀，根本没有独立参加比赛的能力，以前只不过是仗着我们的优势得了几个奖，他还以为他自己很厉害呢。就连最向着学姐的弱势学长都看不下去了。看来这次学姐做的真的很过分。从今天开始，大家全力准备比赛。慕瑶，我手把手教你，让你在比赛中大放异彩。我让舒兰州知道，他的成就都是拜我们所赐。我们可以捧他，也可以捧别人。没有了我们，他什么都不是。听学长的，听学长的，都散了。哎，对了，我之前让你做的实验数据拿来。放心吧，嘉玲哥哥，你的实验数据完美符合你的研究。这根本不是我的实验数据，你在造假吗？嘉玲哥哥，你在说什么呀？这就是你的实验数据啊！你看清楚，这是20年前一个美国生物学家做的基因实验，跟我们细胞学完全不沾边。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对不起，是我搞错了。小学妹最近太辛苦了，这次就别怪她了。是啊，还是赶紧先想办法解决吧。啊！而且我们现在进度落后，别到时候真的输给舒兰州他们。哎，我也觉得小学妹是有能力的，只是一时间难以适应。罗学长，我们应该给小学妹一些时间，别急着跟她求情。交给你们的任务都完成了吗？嘉玲哥哥，我真的知道错了，要不我重新做一份吧。你知不知道整个实验都要重做？我本来时间就不多了。你放心，我都通过了韩教授的团队考核，这些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你就放心交给我好了。啊，对了，还有几位学长的任务，如果要是没有完成的话，都可以一并交给我。小学妹，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保证完成任务。我就说啊，小学妹比舒兰州强太多了。
嘉玲哥哥，你就别生我的气了。这次比赛我们必须包揽团队奖跟个人特等奖。你连续2次出错，我们已经时间不多了。舒兰州走之前，不是还留下一个课题吗？我们团可以用 AI 机器人在手术中的应用来做文章。不行，那个实验我们根本没有设计过，而且那是舒兰州的主意。那又如何？他只是出个点子而已，具体的实验数据还需要我们去设计。嘉玲哥哥，难道你就想看到特等奖无手让人吗？我认为啊，小学妹说的对，拿奖才是正事儿。韩教授已经耳提面命了很多次了，要是我们拿不到奖，就真得滚蛋。况且，舒兰州只是提了个点子，点子嘛，谁都能提，又没有申请专利，凭什么不能用他的想法呢？而且兰州现在已经加入了针灸学，跟我们现在专业完全不沾边。就算我们用他的点子，应该也没什么。好，那就听大家的。你放心吧，嘉玲哥哥，我们肯定会拿奖的。不过你记住，之前犯的错误绝对不能犯第2次，尤其几位学长的重要任务，你一定要好好完成，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交给我，肯定比舒兰州完成的更出色。对了，这次我们团队临时要更换选题，你们说到底选什么好呀？我建议保险起见，还是做我们最擅长的伤寒杂病。其实今年的大赛既然以创新为主，我觉得我们可以大胆一些。你说说，之前你提出的细胞学和针灸学的结合，穆教授很是欣赏，只可惜组里的审核没有通过，觉得风险太大。我其实很看好你这个课题。没关系，那个我已经当做个人课题了，并且通过了预赛。你放心，你肯定能看到我继续研究下去的。不过我们小组课题的话，我建议可以往机器人方向去做。机器人？机器人？这也太大胆了吧！我在转专业之前，跟那边的团队就建议往这个方向去做，毕竟医学也要跟时代相接轨嘛。用来做校赛创新，再合适不过。我倒是赞同，只是你已经将这个点子给了那边的团队，会不会冲突？兰州已经离开他们团队了，要是再用这个点子，那就太不要脸了。没关系，那个时候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只是提出了一个点子而已。但这一次呀，我想得很仔细，我们可以做纳米机器人在中医临床中的运用课题，不会跟他们冲突的。不行，你们不能用这个课题。不行，你们不能用这个课题。怎么又是你？每次都偷听我们讨论。怎么，那边的团队容不下你这顿大佛吗？非要往我们这儿挤？机器人这个课题是你之前留在团队的，你怎么能给中医院呢？只是一个点子而已，并且还是我提出来的，凭什么不能带走？总之，你不能用这个课题，不然就是在跟几个学长作对，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你觉得我会在乎吗？你如果不想被保安赶出去，我建议你马上离开。凭什么？资料室是你家开的？哼，还真是他开的。穆学长向来低调，不像你们那个骆嘉林，人人都知道他是学阀后代。学校的大部分图书馆、资料室都是穆家捐赠的，却无人所知。他竟然是穆家的。原本以为骆嘉玲才是最适合做金龟婿的人，没想到穆思德竟然更优秀。不行，我必须拿下接下来的大赛，让穆思德对我刮目相看。哼，看来只能耍点手段了。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参赛选手入场。快看，是骆学长的团队。
今年舒兰州退队了，唯一的女队员只有林慕瑶了。听说还是个系花，的确长得很好看呢。要是他们今年能拿奖，那林系花可就风光了。那肯定啊，骆学长的团队每年都是特等奖，而且个人也是。嘉玲哥哥，大家都很看好我们的，这次奖项一定是我们的。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参赛选手落座。只要这次奖项还是我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骆学长，听说你之前实验卡住了，会影响得奖吗？一开始我真以为我的实验要失败了，幸亏慕瑶及时提醒我，给了我一份完美的实验数据，我才发现我的假设都是成功的。这次的实验竟然这么成功，那说明我们肯定能像以前那样包揽特等奖。之前舒兰州在的时候，实验数据都不知道要重复确认多少，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还是小学妹啊，有能力。只要这次我们能证明没有兰州也没什么关系，他就会回来求我的。这次大赛迎来了一支全新的队伍，让我们欢迎中医院由穆斯德同学带领的团队，他们以超高的分数跻身决赛，热烈欢迎！他们以超高的分数跻身决赛，热烈欢迎！你别看他什么表情都没有，其实他最讨厌这种场合了。今天也不知道是给谁面子，竟然当众露面。以前他可是领奖都不出来的。连骆嘉玲这种自诩清高的人都不会放过上台领奖这一刻，他竟然不愿意领奖。我以前只知道中医院有个天才，经常压骆嘉玲一头，但骆嘉玲是韩教授的弟子，韩教授毕竟地位高一些，所以这么多年骆嘉玲都是略胜一筹，拿特等奖。不过穆斯德好像确实从来不在意这些虚名。前世我明明带领团队得了无数次奖，但没有一次站上过领奖台。一开始他们说我木讷，不适合万众瞩目，可后来林慕瑶一来，他们就立刻将她推到台前，享受所有的掌声和荣耀。哎，南柱，你看，你之前那几个学长一直在看你，让他们看，没必要理会他们。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选手落座。兰州，恭喜你啊，通过了预赛。我知道你加入了穆斯德的团队，一定沾了不少光，所以想表现自己，迫不及待参加个人赛。但是穆斯德也无法赢我，所以我劝你最好放平心态，不要被自己的嫉妒所吞噬。这什么意思啊？都不屑于跟我们争辩了是吗？没关系，等我们包揽所有奖项，学姐他们就不会这么撑。无论哪方面，穆斯德都比不上我。他为什么选择投靠他呀？这个骆嘉玲该不会喜欢舒兰州不自知吧？不然为什么会对穆斯德这么有敌意啊？不得不说，学姐跟穆学长还挺般配的啊。其实学姐一开始喜欢的是嘉玲哥哥你，她可能是用穆学长来疗情伤吧。喜欢？他不过是从乡下来的，我一开始把他当亲妹妹对待，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他竟然肖想当我女朋友，我不得不给他一个教训。没错，骆嘉玲是我所有男人的疼爱，所有的科研资源都是我一个人。今年我们来点开门见山的，直接宣布团队特等奖。根据评委老师的点评，今年的团队特等奖创新非常大，并且与人工智能深度贴合。人工智能？哎，那肯定是我们团队了。恭喜我们中医院由穆斯德同学带队的舒兰州何思欣同学获得本次比赛的特等奖。
怎么可能？人工智能是我们团队的。不好意思，林同学，我们是专业团队，是不会出错的。而且中医院这次采用的也是人工智能议题，而且表现的比你们还要出色。不过还是恭喜你们取得了1等奖的成绩。他们凭什么能用人工智能的议题？这分明是我们团队的核心研究方向。他们是在抄袭！我们用人工智能叫抄袭的话，你怎么不说我们用汉字也是抄袭？林慕瑶怎么回事？连抄袭这么大的罪名都随便往别人身上扣，是不是之前被诬陷抄袭，所以现在变得特别敏感？闭嘴！你想让大家看你笑话？我只是替你打抱不平，我们明明可以得特等奖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等奖团队上台领奖。感谢大家。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百忙之中来参加医学知识大赛。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舒兰舟同学，如果不是他的大胆提议，我们也不会获得这个奖项。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特等奖团队下台就座。看来这个舒兰舟还是有2把刷子的。也不一定，人家穆学长本来就很厉害，说不定只是沾光呢。要是舒兰舟真这么厉害，怎么可能被踢出韩教授的团队？但是这次穆学长可是赢了骆学长啊！不管怎么说，舒兰舟和思泽学长组队怎么也不亏。接下来有请1等奖团队上台领奖。嘉林哥哥，没关系的，1等奖也挺好的，待会儿能跟我们一起上台领奖吗？只是个1等奖，有什么好上台的？你还嫌不丢人吗？我只是怕别人会觉得你输不起，况且你的实验不是有很大突破吗？特等奖肯定是你的哈。你现在要是不上台，他们肯定会说闲话的。我打扮得这么漂亮，不领奖岂不是浪费了？就算是3等奖，我也要上台。怎么一副没领过奖的样子？这也太上不得台面了。人家可能就是第1次领奖啊，表现的有点猴急了。舒兰舟不也是第1次领奖，人家怎么表现得落落大方？没听穆斯德说吗？人家舒兰舟啊，点子都是他想出来的，人家有那个本事呗。林慕瑶，这就是你们非要领奖的后果。嘉林哥哥，我也不想的。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个人奖项颁奖环节。据说这次个人奖项特等奖的得主啊，可谓是震惊了整个医学院，而且取得的成果十分大胆。至少我还有个人特等奖，韩教授应该不会太失望。个人特等奖得主就是舒兰舟同学。这不可能！我的实验成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特等奖应该是我的才对。抱歉，经过主办方激烈的讨论，您的作品确实很优秀，但舒兰舟同学提交的作品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要是没有他，您可以是当之无愧的特等奖。我要求公布所有论文，我怀疑有人作弊。骆嘉林，随意指责别人作弊是需要有证据的。你曾经亲自逼我跟林慕瑶道歉，怎么轮到你自己身上就可以空口无凭的诬陷别人了吗？胡说八道！一定是你们作弊，不然怎么可能赢得了我的团队？要是有什么质疑，可以直接上报学校。我现在就要求你们响应我的学生骆嘉林的号召，公开所有参赛者的论文，让大家来评评理。对，既然有人反对，就应该狠狠的严查。如果不是做贼心虚，为什么会害怕公开呀？我们强烈要求主办方给我们一个公道。
我就是主办方，这次大赛是为整个医学界选拔人才，绝对公平公正。竟然是华佗杯创始人、诺贝尔奖得主、医学院的泰斗院士。院士，还请您一定为我们主持公道。既然你们有人质疑，那就公开论文吧，科研就必须经得起质疑。我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对，真金不怕火炼，我们不再怕的。这不可能！舒兰州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科研实验能力？我有幸参与了评定，这位舒兰州同学的确令我大开眼界，无愧于天才的名号啊！我知道了，都是他搞的鬼。他家世显赫，为了追求舒兰州，双手把奖项奉上，是为讨他的欢心。其实这些年来，学校是有过黑幕，不过黑幕都是向着你们团队的。说什么？你的导师韩教授确实是个角色，抢尖子生、抢项目、压榨学生、结党为私，什么事儿都做。以前你和穆斯德的竞技中，其实你已经显摆，但是你的好导师为了成全自己的名声，四处拉帮结派，才有了你的特等奖。这不可能，我不信。如果要说穆家干扰结果，也的确是啊。大赛之前，我们就收到了穆家的赞助，但是穆家千方百计的要求，这次大赛必须公平公正，绝不允许韩教授之流来干扰结果。所以，舒兰州同学他们的成就，光明正大，合情合理。好。等等。他们的团队数据有问题。老师们、同学们，他们的论文有造假的嫌疑。不对，这些实验数据很眼熟，像是一个国外的医疗团队以前做出的假设性实验，根本就无法实现。这不可能！这些实验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数据也是小学妹帮我记录的，不可能有假。想要证明很简单，现场复现你的专业就可以。骆嘉林，你来做实验；林慕瑶，你来记录，看看数据到底是不是作假。慕瑶，我们现在亲手给大家复现一次。学长，对不起啊，你的那些数据，我可能做了一点艺术化的处理。说什么？对不起，我也是看你一直没有突破，想着帮助你一下。所以你就帮我实验造假？我没有造假，我只是把数据稍微润色了一下。你不是也快成功了吗？跟你说了多少遍实验不能造假，你是听不懂人话吗？那我们的论文，你是不是也？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严重呀，我只是在把你们交代好的任务完成好而已。把他们的论文给我严查，若是真有作假的地方，按照校纪校规严肃处置。我们这么信你，你竟然要害我们！我告诉你，要是我毕不了业，我饶不了你。周周，对不起，是我低估了你的实力。
回来好吗？是啊，兰州学妹，我们错了。对啊，你快回来吧！啊，是学长们错了，不该那样对你。我求求你回来帮帮我们吧！我当时应该坚持帮你说话的。兰州，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早在你们逼我跟林慕瑶道歉的时候，我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个林慕瑶才是个抄袭惯犯啊！说不定舒兰州之前根本就没有冤枉过他。舒兰州才是被冤枉的，他还被赶出了团队。这些人真是咎由自取。不，我没有，是他诬陷我。我只是借鉴了一下他的论文，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抄袭呢？我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招进团队。你竟然真敢抄袭，你知不知道会害死我们的？我们竟然因为这样的人赶走了兰州。兰州，是我们对不起你。兰州，我们之前错信他人，误会了你，你还能回来吗？不能。不要以为你们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林慕瑶的身上，你们就是无辜的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妹妹，但每次利用完我以后就一脚踢开。试问，你们就半点不羞愧吗？田华，自从我进队以来，你就卖惨跟我借钱，我心软借给你，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可后来，那些本该分给我的奖金，你有分给过我1分吗？还有你，之前骆嘉玲看中我的时候，你便把我捧到天上去。林慕瑶一来，你就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把我一脚踢开，这也就算了，还3番4次的落井下石。杜一凡学长，只是因为我拒绝了你的表白，你便觉得我是欠了你的，无数次利用我给你当工具人，让我替你收集资料做笔记。林慕瑶一来，你就借她的存在打压我，这就是把我当亲妹妹吗？兰州，我们可是同根同源的。是啊，我们同样出身小镇，所以惺惺相惜。但你敢说你没有借林慕瑶打压过我吗？甚至还在我离队之后还想着榨干我的剩余价值。你知道吗？我之前以你为榜样，梦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但在今天之后，我看清楚了你的真面目，我以你为耻。兰州，不是这样的，我都是被他蒙骗了。蒙骗？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被他轻易蒙骗呢？你只是心甘情愿的被他利用罢了。你们都是周周，都是我的错。其实我是喜欢你的，我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后来看见你跟穆斯德每天在一起，走得那么近，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我喜欢你，兰州，你回到我身边好吗？你不是也喜欢我？抱歉，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这种眼高于顶、自恋到底的人。你之前说我故意找关系让舒兰州得奖，是为了讨好他、追他。我只能告诉你，你前半句是谣言，后半句是真的。我的确是在追舒兰州，所以你还不够格做他的追求者。舒兰州离开这原来的团队之后，事业爱情双丰收啊！果然，优秀的人到哪里都有追求者。他这种失恋，我看了都垂涎欲滴。学姐，先别不要看得太死啊，带带我这个小学妹吧，我保证不绿茶。周周，我们之前每天在实验室相对那么多天，你跟穆斯德才刚刚在一起组队，我知道你在生我气，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不会这样了。韩教授，你涉嫌挪用公款收取学生费用，
严重干扰科研秩序，经我们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说什么？我可是医学界的泰斗，你们竟然敢对我调查？干什么？干什么？姓穆的，是不是你搞的鬼？你长袖善舞这么多年，大家早都看不过。要是你真的清白，又何必害怕别人调查？给我开！放开我！这都现场来抓人了，肯定是证据确凿啊！韩教授的团队有毒吧？从上到下都是学术不端的人，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周周，我之前不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回来吧，好了，以后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你还是担心一下你学术造假的事吧。还有你们，等处分下来，你们都不一定能毕业。刚才不是把韩教授已经抓走了吗？现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都是林慕瑶造的假，我们不知情啊。韩伟成因为证据确凿，所以直接抓人。你们几个的严重程度，学校会派专人来查的。至于你们说不知情，自己的论文自己不上心，就要负责任。我们该不会被开除吧？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之前跟你强调了那么多次，你为什么还是犯这么严重错误？是你们自己要相信我的。你们之前不是还说我比舒兰州强吗？怎么现在又变了呢？你哪里比得上周周？你好大的脸！你当时就不应该相信。要不是骆嘉玲一直偏袒你，我们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你是在质疑我吗？是又怎么样？要不是你，兰州他能离开吗？都是因为你！住手！保安，把他们都带下去！哼！兰州，虽然我们都有错，但你不能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啊！我以为你改好，没想到嫉妒心还是这么重。之前你诬陷慕瑶抄袭论文，我们勉强原谅你，让你将功补过。没想到你怀恨在心，竟然还想要报复我！我不会原谅你们，因为对你们宽容，就是对曾经受苦的我残忍。不管你在不在乎，余生会慢慢赎罪。没必要，你这种人的喜欢，一文不值。你这个贱人，要不是因为你，兰州也不可能不原谅我。都是因为你！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道悔改吗？穆学长是很好的人，我不允许你这样诋毁他。兰州，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愿意听林慕瑶的挑拨，不该那么伤害你。我不会原谅你的，骆嘉玲。还有你们，好自为之吧。还有你们，好自为之吧。嘉玲哥哥，学姐已经不要你了，但你还有我呀！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如此下场。你到底是怎么通过专业考试的？能力差成这样！要是赔钱罚款，我饶不了你。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该对你好，你连兰州半个手指头都比不上。我努力了这么久，现在因为你这个女人功亏一篑。别想跑，没那么容易。我们要是被开除了，你也要受处罚。要死，大家一起死！重新开始的感觉
真好。兰州，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认真的，不仅仅是为了帮你出气。我知道你的意思，学长，但真的很抱歉，我现在只想投身于医学事业，不想因为感情耽误自己的理想。我不会打扰你，更不会拖累你，只要你需要帮助，我都会在。以后的事就交给时间去定夺，但现在我知道的是，我的未来是星辰大海。